前面几期视频呢，我讲了这个美元兑换转账出去的视频啊。这次呢，我讲讲啊，这个有人遇到的问题其实是美元入账的问题。你之前说的是出去的问题，这是回来的问题啊。因为中国国内其实有很多个人开发者吧，他们在做，包括之前做网站站长啊，他们其实在网上有收入嘛，包括做 APP 里面不是有广告是吧？那都是有收入的。那这些收入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从国外来，或者说 APP 商城啊，包括苹果公司啊，这些的话，这些美元是不是啊？那你这个回来之后入账是吧？入账的时候，它能汇回来，汇回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它没法入账啊。那前面几天呢，我做的视频的话是讲美元出去的问题啊，人家有朋友在下面回应我啊，说你这个说的是规则啊，但是操作的时候呢是另外一套规则。我相信你说的也对啊，为什么呢？但是呢，因为这个帮你操作的工作人员，他帮你干这事情，对他来说的好处远远小于他获得的风险，所以他不愿意干啊。那所以说，这个事情怎么去避免啊？怎么去解决啊？其实我也做了个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啊。还有就是有些人说啊，资金外流啊，为了防止资金外流啊，所以说给你重重设卡。我也就这个理由，我觉得不太成立啊。我觉得一般人来说的话，也不至于说换很多钱吧。你说，而且人家银行这种业务啊，说实话是很低频次业务，一天碰到一个都不错了啊。有些银行，对吧？那这次的就讲讲啊，美元入账遇到问题啊。如果说资金外流的话，那美元入账不是更好吗？放松嘛，对不对？首先说美元入账啊，也就是最近几年出现问题，2020年开始出现问题。为什么出现这问题呢？经过我的理解啊，其实就是有发生过案件了。什么样的案件呢？有个很著名的现象，就是浙江义乌那边之前做外贸的人收到了很多黑钱啊，比如说如果说一个印度人啊问你买东西，然后呢汇款也不太方便啊，他不用自己的名义汇啊，或者说有些人他为了避税啊，他自己汇一部分让别人汇一部分啊，那这个情况的话，他可能找啊国外这种第三方啊汇款，那第三方汇款呢，刚好那个时候诈骗开始慢慢猖獗的时候，这个钱呢又回到这个国内了啊，你的货呢发出去了，结果这个钱过段时间之后，银行发报文了，国外的银行发报文过来了，说你这个钱是黑钱，冻结啊。那所以说呢，之前人家有说句话啊，在义乌啊，如果银行卡不冻结的话，人家都不敢说自己收出外贸的啊。好，这回我们看这图片啊，比如说一个海外的外包项目啊，每个月有固定的美金汇入国内，现在发现国内银行解封不了，那对方汇入是以公司名义颠回过来啊，所以说属于贸易收入啊，需要提供劳动合同或者此类报酬协议之类的证明文档才能解封。这种情况有什么操作的啊？那首先啊，这个公司汇款给你啊，确确实实会产生这种问题啊。这种情况呢，要劳务合同或者说协议证明文档你才能解封啊。那如果说你是真的帮他做外包的，那你就让他签个合同，我觉得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啊。税务的问题是，比如说这个是两国之间是有协议的啊，一般来说问题不是很大啊。比如说像中美税务协定啊，这个写在官网上很好查啊。如果说一些别的国家啊，那查的比较麻烦啊。我是知道日本的话跟中国这个税务是比较友好一点的啊。还有就是，即使你提供了劳务合同或者是这些证明文档之后啊，也有些地方不给你解封啊。那这个钱呢在里面啊，但是不给你冻结动作啊，没有入账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真的不行啊，那你换招商银行类似的银行啊，中信银行这些招商银行，我觉得比较好一些，比较友好一些。还有的话就得看地方啊。那如果北上广深的话，这种情况我觉得遇到比较少一点啊。之前我有个朋友啊，也是类似于做网赚之类的，他呢收到钱在某些银行啊就不行啊，在招商银行就可以啊，就在他当地啊，没有换别的地方啊，就在他当地啊。一开始去的时候呢，人家也要求他提供证明啊，他也提供了一些证明，你尽量他要什么你就给他提供什么嘛啊，只要证明这个钱来路证明没有问题啊，不要产生什么黑钱这种现象，那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那如果说还是卡着你啊，那真的没办法。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近的来说啊，你就换招商银行；远的来说，你要么你就换个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啊。总部在义乌，其实在浙江的话，基本上有很多支行网点啊，你去开个账户啊。这家银行相对来说是对做这种国际外汇收款的
是比较友好的啊，特别友好啊，尤其是做跨境电商的特别友好啊。因为你可以网上查啊，它里面之前有个 NRA 账户啊，账户的话是可以不受外汇管制啊，什么结售汇啊都比较方便啊。但是它这个是要有跨境贸易合同啊，这类的东西啊。那本身你这个做海外的一个外包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有贸易合同啊。不过注册公司现在比较简单啊，那这样的话你入账规则就是比较操作比较方便了啊。记住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啊，绝对没问题的。如果还不行啊，比如说你这个钱呢，你想公对私转账啊，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啊，那其实中国内地的银行也能入账啊，只是说你那不行的话，那你就去办一个香港银行账户啊。很多人也是去香港银行账户，有时这一点去忧虑啊，为收款方便啊。香港银行账户呢怎么开呢？首先的话，你简单点的话，你就开一个中央银行绝对能开啊。那如果说你钱稍微有点多的，那你就开一个中国银行中银香港账户。开了之后，你要有一个叫什么理财啊？理财的话，你是可以同名转账，比如说从香港的中银转到国内地的中国银行是免手续费的啊。同个银行同集团下又同名转账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说呢，你让那个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让他打钱打到这个香港的中银啊，你把香港中银转钱转到国内中银问题就不大了啊。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同名转账问题不大呢？因为你又在中国银行的集团下，又是同个名字转账这样的问题是比较风控非常低的懂意思吧？非常低的。所以说呢，人家不觉得你这个钱是黑钱，即使是要黑钱，那也是你香港中银的问题，跟我是关系不是很大他自己转给自己，难道还不能转吗？对不对？他同一个人嘛。那所以说呢，这样的话你也解决了国内有一些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怕担责任那香港那边说实话，他的风控规则其实也有的他如果说你这个香港银行账户经常不停的在收款，如果说你像这种合同的固定的金额它不大比如说你一天收个10来笔，那你就这个账户个人账户变成商业账户了，你这个明显是不对的这个账户会被关闭的如果说你每个月15号到20号之间，你可能会收到一笔钱那他觉得这个钱是出粮资金，这个钱的话是他不觉得会有问题那偶尔个人朋友之间AA 转账这种问题是不是很大那如果说你这个一天交易10来笔20来笔我觉得这个账户肯定会被审查直到关闭甚至说银行说我们不做你生意了，解除合同还有一些潜规则收款潜规则题外话我知道福建莆田的朋友之前跟我说他们办不到这个系联汇款收不到系联汇款我听说过现在我不知道知不知道还有的话PayPal 的话，之前我听说过河南某个地区福建某个地区它是申请 PP 没几天就被冻结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大数据就显示嘛，这些地方开的账户基本上都是做这个生意的都是基本上都有问题所以说都把它冻结即使你这个是新号上去几天也会被冻结所以说有些歧视性原则那其实这个没办法所以说你说的那个一套一套的，我觉得有些认可还有就是广东某个店开头的一个地区去办招商银行信用卡基本上不批的福建还有一个叫欧开头的某个地区直接说吧，就钢铁贸易之前那个周宁地区，他们之前在广发银行欠了很多钱，信用卡套了很多钱那现在周宁人的话，基本上被广发银行不办理信用卡的网上大家一搜就都知道那还有一些歧视性原则，比如说办美国签证大家也知道有些地方就不太友好比如说同样的福建福州人或长乐连江这种地方，同样的教师吧同样的高中教师，或者说跟上海的高中教师去办那个美国签证，通过概率绝对是上海那个高中教师通过概率大即使那个上海那个小学教师通过概率也比较大为什么呢？大家也都知道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你自己要么想办法避免换个地方换个银行只能这样子了。